这个礼拜的一起看新闻。这一周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聊的话题，可以说是延续上个礼拜的，因为赵丽颖跟冯绍峰突然之间爆发性的，他们是官宣布结婚，也官宣布离婚。对，那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，其实那天早上我们是蛮慌乱的，就是赶快做所有他们的新闻，因为毕竟他是因为2部戏而结缘嘛。没错。那今天我们就请柔儿来帮我们聊一聊，就说因为网络上有太多关于他们离婚之间的内幕，毕竟他之前在《兰陵王》里面这种痴情的形象，就是深植台湾民众的心中，所以大家就会想说，这个兰陵王怎么会就是会有爆出对这么突然的离婚，而且还说他竟然有什么家暴之类的消息。但当然这些消息我们都是有经过查证的，我们赶快请柔儿来帮我们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原本都知道，就是赵丽颖跟冯绍峰结婚了3年，还有一个儿子嘛。想对，然后他们呢，突然的这个宣布结婚，结果不到1000日，这个3年啊就结束了，一样非常突然的宣布了离婚。他们其实在结婚之前，因为有很多大陆的平面媒体啊或狗仔一直不断的在捕风捉影，说他们2个就是在交往，但这2个人始终都没有承认。他们在宣布他们结婚之前，他们甚至有被传出赵丽颖已经怀孕。那他们官宣离婚，就像你刚刚讲，有很多内幕，网友传说他们有家暴啊，当然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得知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我们还是要负责任，身为媒体这不能乱说，因为我们没有查到真实的证据，所以我们就不额外在这边多提。但是网友有一个捕风捉影也很厉害，他们有说这个冯绍峰好像是外遇了知否的，就是一样出演知否的女星这个韩烨。你知道网友很厉害，他们去韩烨的这个个人简介上面看到他内容打的什么过去什么未来，跟他们这个赵丽颖、冯绍峰他们在官宣时候打的这个不论过去不论未来，对，一样是可以当好朋友嘛。他觉得哇，你这个好像就是有种在当小三的那种，就是文字的重叠，他就觉得哇，是不是因为你是小三，所以他们2个才离婚，就传出了这个冯绍峰离婚的这个说法。那韩烨也非常无辜啦，他就说我第一次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，结果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情是真的。对，但是我们好像有一点就是迹象可以看得出来，尤其就是我们刚刚讲说，他们虽然官宣结婚，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办婚礼，网友们一直在等他们补办婚礼，但迟都还没有。可是婚纱照有拍啊，他们有拍那种就是你知道红背的那一种，对，但是他们没有办婚礼，然后甚至呢是赵丽颖其实没有给冯绍峰这个结婚戒指，冯绍峰对于这件事情是耿耿在心，他甚至有觉得他怀疑老婆是不是不爱他。对，这个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，彼此会欣赏这个互补的个性，但是在结婚了之后，就会开始会觉得说，好像跟自己的个性有点太两极了，太差距了，对，差距太大了。那其实大家会想说，因为毕竟2个人之中有一个孩子嘛，大家会比较关注说，那孩子未来怎么办？谁来抚养？或者说这归谁？他们是说就是和平分手，共同抚养。但是其实就是我也有查到一些资料，他们是说赵丽颖其实没有要争孩子的抚养权，她其实只是想要就是有探望权，这样子就够了。那还有什么样的消息就是指称说，其实他们之间的离婚还有埋下种种的导火线跟因子呢？这个离婚因子我们刚刚讲差不多，就是比如说女强男弱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是外遇啊、家暴等等。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离婚里面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，人家觉得说哇，离婚好像是负面消息，对不对？就没想到他们离婚的这个消息一传出来，两边的微博粉丝暴涨他们不只是造成这个微博热搜宕机，他们连2方彼此的个人粉丝啊，赵丽颖涨了46万，冯绍峰涨了30万，这很可怕娱乐频道一次都没涨那么多，好希望我们赶快涨一涨了，有没有？涨起来吧，对，涨起来。然后呢，他们说热搜第1嘛，结果他们在早上10点公布之后，不到3小时，热搜14.8亿的热搜瞬间被下架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哇，这是撒钱啊！撒钱去测这个消息，所以大家也真的是啧啧称奇啊。当然，大陆最近有抛出一个消息，就是因应赵丽颖跟冯绍峰的离婚，就是央视就提出所谓的这个什么离婚冷静期，被大家炮翻了。对，他们是说没有，原本这个
大陆他们本身就有这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。就说如果今天很生气，咱们离婚，对，咱们离婚，你不能马上就去办离婚，对不对？你得还有先冷静一下。冷静一下。但是呢，针对这个赵丽颖跟冯绍峰这件事情，这个官方的微博也发文了，他说其实不只要有离婚冷静期，其实你在结婚之前也要好好考虑、谨慎的思考，结婚冷静期也是要有的。结果网络怎么泡？他就想说，你多冷静了还结什么婚啊？对不对？就是对，再冷静就没有人要结婚了。这个大家冷静完有没有？大家结婚想一想，好，对，结婚好，算，不要结。对，还开始在考虑，开始一条列说，算，我觉得好麻烦，还是不要好了。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也是蛮好笑的。说这个官方也是出来蹭这个热度啦。好，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当然就是赵丽颖确实，你可以看到赵丽颖跟冯绍峰2个人之间在大陆的知名度确实是很高。那其实除了赵丽颖个人之外，其实他们还有好几大当家花旦之类的。最近 Angelababy 或者是杨幂啊，其实他们都分别都有一些新闻，对不对？尤其杨幂。对，最近我们先讲这个，我们刚刚讲那个花旦叫85花旦，大概就是1985左右出生。那就是现在这个扛大梁的几位花旦们，就是他们，比如说什么杨幂、刘诗诗、Angelababy、刘亦菲、赵丽颖、唐嫣等等，他们包括是戏路、年龄，他们其实你知道，毕竟一块饼就这么大，他们就是必须得去抢这一块饼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他们好像感情都很好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但是抢着，好像也是一些心生嫌隙，或是说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友情决裂，开始闹不和，等等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其实这个杨幂跟刘诗诗原本他们也是在一部戏里面，他们那时候拍的这个《仙剑奇侠传3》，然后这个胡歌跟霍建华他们被配的这个胡霍 CP，那刘诗诗跟杨幂也被配了，结果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当好朋友之后，不仅是这个同台，但是零互动以外，甚至是杨幂的婚礼刘诗诗没去，刘诗诗的婚礼杨幂也没去。但其实杨幂好像其实跟 Angelababy 也有类似的状况，他们之间都会有一点点对，但是呢，最近被看到了这个刘诗诗去探班杨幂，大家嗨翻了，就是破冰了吗？对他们，而且他们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不仅是这个聊天探班以外，他们是搭肩，对，手勾手，然后多次这个就是都非常开心的在聊天，然后来来回回这样子，所以网友看到也觉得哇。感觉很好，感觉自己嗑了 CP 就有点对，感觉很好。对 ，OK。但当然就是说，当然有好的消息，其实最近也有坏的消息，因为其实像你看，其实郑爽坦白说，她应该也可以算是那一个年龄层里面的花旦，而且呢，她其实演艺作品其实也算不错。可是自从她就是代理义母风波之后，她有很多的负面消息，包括最近又爆出来，她跟她的前男友胡彦斌之间，之前养的小狗，竟然还爆出说，他丢弃小狗。这个张恒他直接就抛出了他跟郑爽的对话。他对话记录就是说，郑爽跟张恒说，他之前有一只就是红贵宾，吃什么就吐什么。那他就觉得说，那就是他就把它装在盒子里面，准备要盖上盖子，准备拿去丢掉。然后那时候就被他当时候的男票胡彦斌就看到，就说，你是要带他去医院吗？他说不是，我是要把它拿去丢掉。他就说你去医院的医药费都比买狗的钱还要贵了。那我干嘛去医？我就把它丢掉再买一只就好，这种感觉。安尼唔汤。对，所以胡彦斌就说，那我带他去医。所以难怪后来有人就抓出来说，胡彦斌在曾经有一首歌里面，就有一段的歌词就有写到说，就是小狗留给我，还是之类的。这个歌名叫《你要的全拿走》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。他说歌词叫做“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它以后没人宠。”有这样，有迹可循哦。而且大家讲说，哇，胡彦斌你真是救狗英雄，把狗救下来了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很好啦。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示范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，因为你既然要养小动物，你就要对它负责任。我觉得这是对，我觉得这是做人基本的原则，也是当主人基本的原则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创造营2021的男团是最近是出道了。对他们这个在4个月的这个淘汰赛制之后，他们从23位的选手最后选出了11位，那终于是成团要出道。
道了。那这个他们在成团之前，其实就已经大家为他们这个投票啊，这个争论都已经非常的激烈，大家都有各自支持的人嘛。出来的成员大家有点吓到，你11位里面居然有超过一半，就是6位，不是中国人。哦，有美国的，有日本的，还有泰国的、德国的，所以他们是被联合国攻占的。所以大家其实有点惊讶到，他们有点讲说这是中国男团的有点历史改写。对，成员们居然不到一半是中国人。就是外籍成员超过了一半，就是比较新奇的一个点。那另外一个有一个人，他虽然没有入选，但是他自己开心。怎么了？这个大家也看得很欢乐。这个是现在非常红的这个俄罗斯选手利路修。对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就多少看到他这个很逗趣的，包括他的厌世脸，以及他跟一般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不都是要催票嘛，像那一样嘛，要打 call 啊什么的。他不是，他从头第1集开始他就说。我不想要出道，请大家不要投给我，我要回家。这也算是蛮另类，让人家可以有记忆点。原本在想说他是不是反向操作有没有？结果他的粉丝就一直投，不小心还给他真的投到了10名，已经准备可以出道了这个位置了。结果他就在这个催票的这个影片里面就讲说，我觉得大家这样子投没有在乎我的感受。他说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我，就不要再把票投给我。那他来参加干嘛啦？这个就相传啊，他当时其实并不是要来参加比赛，他其实是要来当其中2位选手的中文老师。结果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比赛，他们制作团队想要一些外籍的选手，但是因为一些这个现在的新冠疫情嘛，就有一些人没办法来，他就被拉去凑数了。他说：“你长得也帅帅的，有没有？”对，所以这是一个最美的意外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没想到一路就这样子，就因为他厌世脸，然后又不想出道，他就这样红到了这个总决赛。结果还好。总决赛他以第17顺利未出道，所以他就是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他开心的来录影一结束，立马飞奔离开隔天还在微博上面就讲说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所以网友也戏称说这个11人成团，12人开心。对，如果是利路修有进团的话，变成是10个人开心而已，因为他自己也不开心。对，所以这个是网友觉得很可爱的事情啊。OK， 好。那这就是这个礼拜的一起看新闻。当然，我们还是希望说，就是郑爽的事情可以赶快落幕，不要再有更新的。因为当然不是一定要吃瓜，但是这些消息实在是太让人觉得震惊了。对，都是很突然的啦。你一起看新闻，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想看最新影剧话题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